小心！什么声音？我怎么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跟着我们？大家一定要打起12分的精神，此处已是星罗岩深处，随时都会有成精的妖物出现。文人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？走走。等等！文人的枪！文人，韩光！文人，你别着急，我马上救你下来。 文人宇，你错了吗？错，我哪里错了？你把我们3个扔在长安，你自己跑来找昭明致影，难道你没有错吗？小叶子，你干嘛这么说文人姐姐？你万一把文人姐姐凶跑了怎么办？软。你看，那边风景不错，不如我们过去看看吧。走吧。 文人宇，如果你连命都没有了，你一点都不后悔吗？就算让我重新再选一次，我还是会这么做。你还是会选择自己一个人去找昭明致影吗？是。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文人宇，放开！你听我说。 知道吗？在百草谷的时候，有多少次，我都以为我要失去你了。这次好不容易救下你，你就不能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吗？一泽，阮妹妹，对不起，让你们担心了。此行恐怕又要多有连累。 寻找昭明，事关天下安危，尚需我们通力合作。无论少了谁，成功的机会都会骤减。文人姐姐，你的苦心我们都明白，但是大家在一起这么久了，又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不管少了谁都不行的嘛。
对了，岳兄，你的魂儿找回来没有？我的魂儿？文人姑娘不在的时候，岳兄好像掉了魂儿似的。哎呦，一泽，都是男人，你给我留点面子行不行？以后我不会再一个人走掉了，不管未来发生什么，我都会和大家一起面对。哎，对嘛，这才像以前的文人嘛。话说回来，岳无义，刚才你好大的胆子，别以为我不追究了。后悔也来不及了。你还说，哎，文人，你等我一下。楚居，你去办一件事情，请主人吩咐。立刻赶往新罗岩，暗中监视谢玉之徒，还有，替我杀了风雅。是，主人。此处应该就是上古部族的居住地，可看样子已经荒废了很久了。师傅在通天之气内曾有记载，昭明之影落入星罗岩，被毒兽匪所得。毒兽匪凶煞邪恶，作乱星罗岩。可是这里这么平静，不像是有什么毒兽的样子呀。你们看，那是什么？这看似是某种妖兽的爪印，难道是毒兽匪留下的？看来确实上古部族在此居住过。或许是毒兽匪作乱星罗岩后，他们才被迫撤退。啊！如果一只爪子都这么大，那它的身体得有多大呀？如果毒兽匪确在星罗岩，恐怕会是一场恶战。哎，小叶子，你不是经常能梦到昭明碎片的位置吗？你对这儿有没有什么印象啊？暂时还没有，再往里走走看吧。嗯。走。我记得刚才从山上往下看，这儿也没多大呀，怎么我们走了这么久，腿都快走断了，还没走出去啊？在高处俯瞰，难免会有些错过。怎么有种完全走不到头的感觉？不对，我记得我们来过这里。我好像也觉得走过这条路哎。此地巨石丛生，的确很容易迷路。既然这条路已经走过了，咱们再换个方向试试。好。
都已经走了这么久了，怎么还没走到头啊？哎，我们这次应该没有再走回来了吧？哎，你们看，这不就是我之前留下的标记吗？我们明明换了一条路，可怎么又回来了呢？恐怕我们不是迷路，而是遇上了鬼打墙。你是说我们遇见鬼了？鬼打墙不一定是鬼，很有可能是法力高深之人故意设下的障眼法。可是这附近没看见人啊。在下曾于师门中学过破除障眼法的秘术，若真是人为，或可一试。好呀，一泽，那你快试试。这附近真的有其他人，他感知到我在破除幻阵，又在增强法力。在那边。果然有人在搞鬼。哎，阿软姑娘，你怎么了？仙女妹妹，没事，可能最近没休息好，总觉得睡不够似的。都怪我，一直带着你四处奔波，在长安时，也没让你好好休息。才没有呢，一泽吃的比我少，睡的也没我多。真说起来，一泽比我更辛苦才对。接下来若有交战，阮妹妹在后压阵即可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用亲自出手。刚才虽然只是与那人短暂的交手，但我却能感觉到，此人的修为非常强大，甚至可以说是深不可测。能在这么大一片地方，悄无声息地布下如此以假乱真的幻阵，此人的修为定在我们之上。若不是夷则先以秘术破了那人的幻境，我也未必能察觉到那人所在的位置。我们大家一定要小心。要不这样，一泽，你陪仙女妹妹休息一下，我跟文人去探探路。也好，你们一定要小心。都怪我，拖累大家了。怎么会呢？若非阿软姑娘方才率先发现那个人，我们如今还困在幻阵当中呢。夷则就会哄我开心。我说的都是实话。这里有火山，这是……怎么了？是应激处有痛感吗？难受吗？好痛啊！文然，你快扶我离开这儿吧。好。哎，你就这么扶我呀？我怎么走啊？那要怎么扶啊？最起码要
这么扶我才能走吗？走。好疼啊！那当然了。哇！还疼吗？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嘛，文然，你别生气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片火山跟我梦里的情景非常相像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当初昭明之影就掉在这附近？看来这条路没有走错。好，我们快去找怡泽和阮妹妹。阿阮姑娘，怎么样？好一点了吗？没事。好漂亮的蝴蝶啊！可是此地花草如此衰败，怎么会有蝴蝶呢？可能是丛林里飞来的吧。我在巫山见过各种各样的蝴蝶，红的、白的、带斑点的，就是没见过这种蓝色花纹的。要是阿阮姑娘喜欢的话，我给你抓它回来就是。算了吧，他们在这儿自由自在的，我们还是不要打搅了。哎，一泽，他们又回来了。危险！一泽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们怎么越来越多啊？小心！又是你，贪狼祭司！三殿下果然是身负大运之人，之前屡次为你设下杀局，竟都被你逃脱了。今日我定要将你捉来，喂养我的骨蝶。你还真是阴魂不散。岳无义呢？说出他的下落，我可以成全你们；否则，我就让你们尝尝万蝶噬骨的滋味。当初若非你一意阻拦，我未必来不及相救我母妃。今日你休想活着离开这里！怎么会？法术一失即散。我的宝贝骨蝶以灵力为食，一旦遇上灵力浓郁的活物，便会紧追不舍，直到把对方的灵力吞噬殆尽。之前小瞧了你们几个，如今看来，你们倒也配得上我用死招。阿阮，我在这里拖住贪狼祭司，快去找文人姑娘和岳兄。不，我要在这里陪着一泽。阿阮听话。不。
不可能！你用的是什么法术？竟然没有被我的骨蝶吞噬！我这个不是法术，是眼术，没见识。又是这些破木头。之前是谢一，现在是你，可恶！你说，你跟我师傅到底有什么过节？哼！当年沈夜择土，老子样样强过谢一，可不知道谢一在背后动了什么手脚，竟然让沈夜选择了他。没想到这个刘月城的大祭司，凶恶至极，但还算有点眼光。混账东西！你说什么？要是没有谢一，老子现在至少跟七杀连真平起平坐，此仇不共戴天。今日你就替你师傅来偿还吧。换了我是那个大祭司，我也会选谢一哥哥。每天对着你这张阴险狡诈的脸，我会连饭都吃不下去的。你们以为烧了我的骨蝶，老子就奈何不得你们了吗？这又是什么邪术？他的魔气比在冷德寨强盛太多了，怎么可能？师傅明明当时把他逼入绝境了呀！无知小辈，我的这身魔气经过心魔再次加持，早已不可同日而语。刘月城祭司果然跟心魔有所勾结。可恶！我的骨蝶是谁？出来！何方妖人在此以邪术作祟？不可能！难道你用的也是眼术？这等魑魅魍魉，在仙火面前不过是跳梁小丑。是什么东西？敢坏老子大事！你擅入仙罗岩在先，其后动用邪术，你若再不肯退去，休怪我对你无礼了。既然有人打岔，今日就先放你们一马。小子，算你走运，老子先走一步，咱们的账以后慢慢算。哎，敢问前辈，此地凶险，不宜久留，你们也速速离开吧。喂！贪狼祭司随时会再回来，我们还是先离开，再做计较吧。我们来的时候看见一座火山，无意说与他梦中所见极为相似，或许在那里能够找到昭明之影。如此，便去火山的方向吧。来。
既然一时杀不掉谢意之徒，那就只能等他们先拿到昭明之影，再寻机出手了。贪狼祭司，你是何人？杀你的人，沈夜派你来的。大祭司命你跟踪谢衣之徒，并未让你动手，你已经违背了大祭司之命。哼！想当初，我也算是对沈夜言听计从，可是我又得到了什么好处？他向来不把我当回事，我又何必对他继续效忠？所以，你选择与心魔合作。难道沈夜这么多年，不是在与心魔合作吗？你既已承认，我便可向大祭司复命了。你究竟是谁？为什么我在流月城100年都没有见过你这个人？你不知道的事还很多，比如，你不知道死的滋味。就凭你，不知你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吗？老子从来想说就说，想做就做，没有什么可怨的。你，给我滚开！不可能！这招式不可能！你说，你到底是谁？你说，你到底是谁？这个问题，你留到黄泉路上慢慢琢磨吧。你刚才不是说许老子一个愿望吗？我现在让你杀了我，杀了我！求求你，杀了我！杀了我！有趣，竟然遇到一个和我一样没有愿望的人。
可怕的吼声！难道毒兽匪也在火山当中？过去看看。前面有个洞，我们先进去躲躲吧。有人，过去看看。是他，他受伤了。此地温度虽高，但以他的修为，不该抵受不住。救人要紧，回头再问清楚。感觉好些了吗？前辈，你是谁啊？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那个岩洞里封印的是毒兽匪吗？还有，你刚才为什么用障眼法来迷惑我们？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，我所居住的地方就在附近。你们随我来吧。有劳前辈。前辈，您是
仙人。仙女妹妹，你说什么啊？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你身上有仙灵之气，不会错的。小仙溪妙华，多谢各位出手相救。前辈不必客气，是你救我们在先。只是，此地凶煞浊恶，并不适合修炼。不知西姐姐为何结庐于此？我有我的理由。敢问前辈，刚才在古迹中施以障眼法的，就是您吗？正是。前辈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们为何要找毒兽匪？不瞒前辈，我们此行的目的，就是为了找到昭明之影。这位公子，能否告诉我，为什么要找昭明之影？如若前辈不嫌厌烦，我们这便一一道来。请说。不出主人所料，风雅确实对谢夷之徒下了杀手。你千万不能放松，一定要盯紧他们。是，主人，属下定全力替主人取得昭明剑。去吧。是，主人。何事？启禀大祭司，属下刚刚派人探查过风雅的灭魂灯，已经灭了，说明风雅也已身亡。这个本座知道。风雅在流月城中也是1等1的身手，大祭司究竟派谁去了下界，这么快便取了他的性命？初期是本座精心打造的一把利剑。初期是刚才离开的那个人，他从何时开始跟随大祭司的？很长时间了。为何我从未见过他，甚至未曾听说过他的名字？举世无双的利器，与其施于人前，不如纳之于袖。难道大祭司连我也要瞒着？我并没想瞒着你，只是我认为你根本没必要知道。初期已经去了星罗岩，以后跟踪谢夷之徒的任务就交给他了。也罢，只要是大祭司信任之人。原是如此，没想到你们要对抗的竟然是流月城。前辈也知道流月城吗？流月城远在北疆上空，其上居住的乃是上古部族烈山。前辈，我们的事已如实告知，可否告诉我们昭明之影的事了？不瞒诸位小友，我前来星罗岩，是要守护一处上古封印。上古封印？难道是为了封印毒兽匪吗？毒兽匪的确就在刚才的岩洞中，昭明之影也却在他体内，但毒兽匪早已经死了。啊？那刚才在岩洞中喷出烈焰的又是谁啊？上古时期，毒兽匪偶得昭明之影，作乱星罗岩。与此同时，仙人福英因冲撞神上而获罪，神农为平息神上之怒，引福英前往星罗岩镇杀作乱毒兽，以将功赎罪。福英化身火龙，
经过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恶斗之后，终于战胜毒兽匪。毒兽虽死，毒性却没有散去。兽血流疾之处，草木凋零，生灵涂炭。福英以自身利爪钉入地底，并将灵力注入岩层，形成防护结界，从此确保毒血不再向外渗透。然而福英，他却因沾染的毒血过多，以致自身凶煞之气被激发，竟渐渐失去人性，成了一头狂躁难抑的凶兽。神农只好将福英封印在毒兽埋尸的深山之中，并以灵力凝结神石，投入山顶水源。神石浸泡过的神水慢慢渗入岩层，缓解了兽血毒性。千万年后，福英的凶煞之气也终于逐渐得以控制。啊，原来刚才在岩洞中，西姐姐是在将自己的仙力注入神石之内。几千年过去了，神石上神农的灵力早已消耗殆尽，只有注入新的净化灵力，才有可能持续控制住福英的凶煞之气。那前辈，您的修为岂不是？修为没了，再练便是。我的职责，首先是要确保当年神农设下的封印稳固。福英已不负人质，若有一天挣脱封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其次，我要净化福英的凶煞之力，助他恢复正常。请前辈指教，我们如何才能拿到昭明之影？只有先控制住福英，才有可能从毒兽尸体中取出昭明之影。如此看来，我们就无法避免与福英前辈一战了。福英也是可怜之人，如今失去神智，更是身不由己。如若你们要强取昭明之影，恐怕他会伤了你们，而且我也不愿你们伤了福英。游月城残害下界，唯有昭明神剑才能阻止。如今，昭明之影就在眼前，这个险我们不能不冒。至于福英前辈，我们一定会注意分寸的。福英前辈虽然已经失去神智，但他的修为仍非我们四人能够力敌。此事，前辈，请助我们一臂之力。请助我们一臂之力。请助我们一臂之力。西姐姐，你就帮帮我们吧。今日卦象，预告分离。不知是指我与诸位小友，还是……也罢，刘月成如此为祸人界，此事必须有个了断。你们随我来吧。西姐姐，多谢前辈。好凉快啊！突然降温了。这莫非是九幽冰魄？正是。此物可使我们耐受住火龙的炙热之气。西姐姐，你刚才已经消耗了不少法力，不如这次就在外面等我们吧。看守此地封印是我的职责，我必须随你们一同前去。既然如此，九幽冰魄便交给在下来施法催动吧。你，在下在太华山修行多年，善用寒冰灵力，愿为前辈代劳。原来是太华山弟子。走吧。
福音就在下面，毒兽匪的尸体也在其内。那我们走吧。等等，怎么了，前辈？福音可能正在休眠，若是能不惊醒他，视为上策。一旦交手，还请诸位小友手下留情。请前辈放心，我们一定多加注意。走。这么安静，看来他真在休眠。不要说话。来人！来，走！胡一，胡一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阿软，这样打下去并不是办法，请几位为我护法片刻。一泽，你要干嘛？一泽，你没事吧？天剑降魔，果然非我所能驾驭。我没有灵力，助一泽。前辈，住手！我不许你们伤害他。妙华，前辈小心！数千年过去了，
你终于恢复了神智。你不该来星罗岩，更不该为了我耗尽万年修为。我这样一个罪人，不值得你远离天界，离群索居。天国虽然热闹，没了你，万杯觥筹不过是提醒寂寞。星罗岩虽是寂寥，可有你在，千年不过一瞬而逝。原来如此，原来福英将军和西姐姐是一对神仙眷侣。将军，你可还记得我们曾经的约定吗？记得，我都记得。这数千年来，苦了你了。你终于恢复了神智，我的等待便是值得的。我是因九幽冰魄的寒气入体，这才暂时压制住了体内毒血的流转。恐怕过不了多久，便又要。既然如此，我再陪上你个数千年又有何妨？妙华，你甘冒奇险，带这几位小辈进入岩洞，定有要事吧？将军，你还记得烈山部吗？当然，烈山部是相助神农补天的上古神医，后来长居流月城中，由于伏羲结界所限，恐怕此刻还漂浮于北疆上空吧。福音前辈，流月城已和魔族同流合污，在人界四处投放了能够稀释人之七情的榉木枝。这100年以来，他们毁掉了很多地方，戕害了数不尽的无辜生灵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杀害了我们的朋友。烈山部被困在流月城中，又怎么会与魔族合作？此事说来话长，总之，烈山部的后裔现在正准备从流月城迁往下界。他们与心魔合作，是为了以魔去熏染自身，来抵抗人界的浊气。饮鸩止渴呀！神农神上现在何处？他为何置烈山部于不顾？难道伏羲也眼看着人界生灵涂炭？自1000年前，人界已再无神农神上的踪影，而这些年来，我的修为大减。天界对此刻的我来说，已是遥不可及。这么说来，你们是想用昭明神剑破开伏羲结界？不仅如此，心魔无形之物，唯有昭明剑才能将其彻底铲除。烈山部是上古神异，其体魄和灵力都强过凡人100倍。心魔更是魔域中最强的种族之一。就凭你们几个人，便要对抗流月城，恐怕是以卵击石。这种事啊，总要有人去做的。虽然我们凡人的力量渺小，但也不能坐以待毙。以我们的性命换取人界一丝生机，值得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便助你们一臂之力。多谢前辈。跟我来。这便是毒兽肺。昭明之影就在他的尸骨当中。姑娘，且慢。
虽然神农神上的封印使得毒血无法扩散到山体之外，但是兽谷周围的土地皆因毒血浸泡而变得剧毒无比。仙体接触毒血，尚且会变得和我一般凶煞狂躁。你们凡人只要轻微触碰，便会顷刻丧命。我懂得避毒之术，不妨由我为大家取出昭明之影。妙华，你以为我耗尽万年修为，根本无法抵御毒血的凶煞之力？那我们该怎么办啊？你们都无法靠近毒兽的尸体，只有我可以。你怎么去？我自有办法。当时没能陪你看迎风花开，想来仍是遗憾。将军，你要做什么？我体内毒血未尽，已经压制不住毒血的反噬，只怕片刻间又要丧失神智。妙华，你陪了我数千年，我不希望你再遥遥无期地等下去。这是迎风花。此生无遗无憾，只是欠你太多。百年扎根，只为一朝吐蕊。我如迎风花般，得偿所求，不负怨怼。忘了我，重新修行，回天界去。将军，你既然自觉亏欠我太多，那便不可敷衍了事。我要与你立下一个约定：你带着这朵迎风花前往轮回之境，下一生不管你去哪儿，只要带着这朵迎风花，我便会找到你。好，我在下一世等你。这便是昭明之影，为何会是这般形态？昭明之影似乎被封印住了。封印？那要如何解开？
于七，于七，无意不知，小子，不妨让那个女娃试试。昭明之柄，不就是因她而解封的吗？你说女娃？仙女妹妹？那就让我试试吧。二软姑娘，二软姑娘，你怎么了？妹妹，仙女妹妹，软妹妹，姑娘，二软姑娘，仙女妹妹，二软姑娘，你怎么了？